嗨，今天是我的29岁生日。我现在在大阪的家，然后现在大概已经晚上快要11点了。刚才在中崎町车站旁边有一间很有名的蛋糕店，叫什么 HANNOC。听说那间的蛋糕很厉害，所以我刚才就去买了。今天就来吃蛋糕聊聊天，然后分享一些我生日的心情，或是即将迈入30岁的一些焦虑。我们先来吃蛋糕，哇哇，超香哦！啊，没事。啊嘘啊！好好吃哦，它的奶油好香哦。因为我很不喜欢鲜奶油，可是它的奶油不会像平常那个化学味，它的奶油很奶。我刚刚今天从奈良回来，所以在外面吹风了一整天，现在有点狼狈，头发好像有点乱。哦，OK，那么现在就来许3个愿望。第一个愿望，希望我还有我身边的人都可以平安健康。我觉得要先有健康的身体，平平安安，不要发生什么意外，我们才有机会去追求更多我们想要的自由，去创造更多美好的生活。健康是最重要的。好，然后第2点是，它快烧完了。第2个是希望我可以有办法一直做影片。我希望我可以拍100支日本旅游影片。好，然后第3个愿望，好，耶！来吃蛋糕吧。这间店很夸张，我之前经过，可能是周末吧，一大早就一堆人在外面排队。你如果有来大阪的话，喜欢吃蛋糕的话，可以去吃吃看。剩下的先冰起来，明天吃。好像它里面是夹了草莓跟像是 cream 之类的东西。OK。来聊一下。不知道你在快要30岁的时候会不会焦虑呢？我最近看那个艾玛华森的访谈嘛，他也有说过，他在快要30岁的时候也非常的焦虑，连这么厉害的人都会有30岁的年龄焦虑。好像到了这个年纪就应该要有一些成果，比如说稳定的收入啊，或是有另一半啊，然后想着要不要走入家庭、走入婚姻，点点点的。尤其是亚洲的社会就很容易会有这个问题耶。日本我最近有 follow 一些网红啊，年纪都是跟我差不多的，几乎所有我 follow 的日本女生都结婚了。我觉得很神奇耶，怎么大家都
都能够找到另一半，然后跟他结婚，这件事情很不容易哎。可是日本的社会他们对这个又更严苛，女生只要接近30岁，很多人还会去婚活婚活，就是专门要找结婚对象的那种相亲活动。那台湾其实相对来说就稍微自由一点。其实我觉得这世界上有这么多种人，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的课题，大家想要做的事情都不一样，不要去跟别人比较。我还记得我在24岁开始就越来越不喜欢过生日，我就会跟我家人说怎么办，我都已经24岁了还一事无成。但我后来仔细想一想，我说的一事无成到底指的是什么？我想要的那个成功成就是什么？我发现我想要的那个成，它好像真的不是1-2年很快就可以达到的东西。大家对于成功的定义不一样。那对我来说，如果我做一份我不喜欢的工作，但是我可以赚很多钱，那对我来说也不是我想要的成。我想要的成是变成一个自由人，我想去哪就去哪，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任何的束缚。但确实这件事情是真的很难达到啦。年纪越大，越有的这种年龄焦虑，我觉得它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会意识到我们拥有的时间越来越少，那或许我们会更珍惜我们拥有的时间，然后会去思考我到底想要把这些时间投入在什么事情上。我就发现自己越来越不想要浪费时间，我会希望我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做我认为有意义的事情。有意义的事情不一定是说一定要有一些成长，有时候去看一个电影，然后打打游戏，如果我真心的喜欢这个东西，那对我来说也是有意义的。最怕的就是我觉得没有意义，我不快乐，可是又被逼着要去做的那些事情。长越大，我就会越去捍卫自己的时间，然后对于一些可能会消耗我的人事物、消耗我的时间、消耗我的能量的人事物去做一个断舍离。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焦虑它也不一定是负面的事情，就是我们感到焦虑之后，那我们下一步要怎么做？我觉得那个焦虑不应该是说别人结婚了有小孩了，那我好像就落后于人，而是别人结婚生小孩，那你有想要吗？别人趁30岁之前出国留学或是去打工度假，那你有想要这样的人生吗？你想要体验的是怎么样的人生？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事情。这种年龄焦虑，它会让我们去反思自己到底想要把时间花在怎么样的事情上，所以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件好事情吧。我的人生，我都没有在那个年纪做那个年纪该做的事情。我18岁开始去重考嘛，重考了3年，所以我21岁才上大学。但是我上大学之后呢，我又发现这个科系不是我未来长远未来10年20年想要做的职业，我没有办法想象我以后真的去做这个职业，所以我又在大2的时候转系。那后来我就是转到了日本语文学系嘛，然后到了日本语文学系之后，我确实有觉得比较开心，就是这个东西是还勉强算是有兴趣，但是因为我对日文的兴趣只停留在我喜欢去日本玩，应该就是跟镜头前的你一样所以但是台大的日本语文学系是非常文学的那种东西，就是我们要读一些古典文学，还有历史啊，
要学会去看一些古文啊。就是身边有一些同学，他们是真心的热爱日本文学，但是我就知道说我不是这一块，所以我记得我在大概大2、大3左右的时候就有跟模特儿经纪公司签约，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就是一边上课，然后一边有去接一些案子，我就发现我觉得拍广告比较有趣，跟学日文比起来，所以我又决定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在学习日本文学这件事情上，然后我就延毕，把更多时间投入在可能演戏啊，或是接案。但是我从来没有被挡过，就是我该修的课我都有修，该读的也还是有读，可是我不会去追求说要考到很高分什么的，因为我就发现说我的热情不在那里，那高分就让那些真的对日本文学有爱的人去拿就可以了，我不需要去拿那个东西嘛。那后来我真的拿到毕业证书的时候，我已经26、27岁了，就很老不知道你听完我的故事之后，你觉得我是一个失败的人吗？你觉得过去大学重考那么多年，又转系又延毕，你会不会觉得我很浪费时间呢？别人从22岁就毕业，就已经开始工作，我26、27岁才毕业，就是这种状态真的是很容易会感觉落后于人，或是会有一点不好意思去说自己的经历。但是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我还蛮喜欢过去这几年的自己，我也觉得那段时间都没有浪费。为什么呢？因为有那些尝试，现在我才可以很清楚知道我喜欢什么。就是你去摸索、探索自己的兴趣，然后尝试不同的东西，这些都需要花时间嘛。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没有浪费。当然，如果我们能够早一点开始累积是最好的。可是我觉得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就是会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所以以前的我也是这样，就是会容易看别人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可是如果这不是你真正喜欢的事情，大部分时间都很苦，但只是因为有钱所以可以忍得住，我觉得这样也不是一个最圆满的状态，所以我才会花这么多时间在探索自己喜欢什么。我如果只是因为听了别人这样子说，因为大家这样做我就去做，不是我发自内心真的喜欢的话，那我在过的就是别人的人生，别人想要我过的那种人生，那不是我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所以我其实很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真的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不管你的工作是不是你真正热爱的事情，你都至少生活中有一个可能你下班之后可以去做的兴趣，这真的很重要。我相信很多人也都是跟我一样，可能你会觉得你好像没有做到那个年龄该做到的事情，但我觉得人生运气好的话，活到80岁、90岁，其实真的是很短暂欸。反正大概就是活个80年，我们总有一天我们大家都会离开嘛，所以总有一天这些事情都不是那么重要的。那最重要是什么？就是这个过程，每一年的这个你生活的这个感受，这个过程是最重要的。我们一定要尽量让自己每一天都开心，不能想说我现在什么撑个10年、20年，20年之后我就可以开心，不行，我们现在就要开心，我们明天也要开心，我们后天也要开心。就算我们没有很多钱，但是我们也要尽量在生活里找到能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就是这样。我的爱我自己是指
2个层面。第一个是健康的层面，我要非常照顾自己的健康，尽量比如说早睡早起啊，然后不要吃油炸，还有要多运动啊，然后去旅行的时候也不要为了安排很多行程而牺牲了我的睡眠。对，所以第一个是在健康上我要更照顾自己，其实也是说要更自律一点。那第2个层面是花钱这个部分，因为我已经29岁了，我开始觉得想一想，我未来可能也只剩20年或是30年可以好好的这样子享受生活，有可能我明天就发生意外就死了，所以我希望我可以花钱在自己身上，更愿意投资自己，给自己更好的东西，比如说买好一点的材质的衣服啊，或是有看到一些喜欢的东西就应该要买给自己。我以前的个性就是会买东西我都会想很久，对，但是最近我开始会告诉自己说，如果你看到一个东西，你看到它你都觉得心情很好的话，你就应该要把它带回家。所以我希望我可以更爱自己，因为我就是我整个人生中最重要的人。而且我觉得啊，当你有更爱你自己的时候，别人也会更爱你。我觉得真的是这样欸。比如说你会好好的装扮自己，这样子也算是一种爱自己嘛。那当你好好的打理好自己，别人看到你，他们也会觉得你比较亮，而且你自己也会更喜欢自己，你也会变得更有自信，别人也会更想要靠近你，那就会更容易吸引到一些贵人。天啊，我好像一直在讲一些大道理。像我这次不是就有买蛋糕给我自己吗？然后还有插蜡烛，很开心欸。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这很麻烦，你一个人你为什么要这样子搞？我之前听过一个说法是，你要爱自己的话，你就要把你自己当作是你的孩子一样来对待。假如你的孩子生日了，你会不会想要帮他买蛋糕为他庆祝？会嘛？所以我们也应该要这样子对自己。你怎么对待你最爱的人，你就要怎么对待你自己。那也很谢谢你一直以来的陪伴跟支持，做 YouTube 让我可以接触到很多网络上的朋友们，好像多了很多的朋友一样，很开心。我可能5月吧就会搬家了，所以这个沙发我要卖掉。之后还不确定，我先说有可能夏天的时候可能会搬去北海道，但我还不确定啦。就到时候再看看。那就这样啦，谢谢你陪我过生日，希望我们都可以健康快乐，平平安安。好，晚安。